好，欢迎来到爽拿老师的正题修告线，欢迎来到山林老师的战棋小教室。有热情的粉丝在问山林老师为什么最近这么久没有更新啊？绝对不是因为山林老师偷懒或者是外出取材，那绝对就是工作太忙了，对不起大家。不过最近工作忙到一个段落啊，然后也要换工作了，耶！好，另外一件事情是6月19号到21号，我们的第8届战棋合宿聚会圆满完成。那我有拜托 DV 把我们的照片放到他的部落格上，那也许我之后会整理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哈。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回到山林老师的频道，然后继续为大家分享这个战棋的 RP。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关原之战第6集。那第6集的这个西军的选手是 Small Two 小二，那东军选手呢是 Stego 一个在 Yukata 上面的关原玩家。Stego 是何许人也呢 ？Stego 大概在2-3个月前上了 Yukata 之后，疯狂的打关原，然后他也非常有毅力一直找小二我还有小袁跟其他外国人一直在练习，然后他也问我还有小二非常多关原的策略。那这时呢，他在短短2-3个月实力突飞猛进，打到1004。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场呢，就是 Stego 屡败屡战，跟小二打到他第一场打赢小二的这个关原之战的对战哈。那我们来看这场对局。好，那一开始小二抢到了后手，那 Stego 很喜欢东军走一个 minimal 走正阵型哈。那小二的手牌很有趣小二的手牌恰好是没办法4个木块打7点在这个 K 的这个地方。你看他的那个宇喜多只有4点，然后4个木块就只能打6点，真的是非常惨。那恰巧呢，东军这边的木块呢，东军这边木块如果够强的话，其实是可以多走一个所以以小二的说法就是，东军停留在这里，就是让小二闻到懦弱的味道，所以小二就决定，我来这边洗个牌，然后同时呢，我就可以去打 K 啦，只要 K 我可以抽到一张小早川，我 K 就可以打出7点，就可以两边胜利。那如果说不打这边的东军的话，其实 K 打不下来，所以这算是一个，就算这个是东军的陷阱，也要硬上去洗牌的这个场景。好，那我们看看 Stego 到底有没有东西打一下发现没有东西，只有3点。黑招响还刚好卡到这个毛利的第2张，有没有抽到小小川？没有抽到小小川，所以 K 还是没打下来，没关系，至少打了一个支援点，然后又把这2个这个德川的3军团给这个解散了。那这个地方也许小二好像应该要洗个宇喜多跟毛利，我觉得应该要洗下牌了，我不确定为什么没洗牌，可能不想让Stego 看到主城吧，不确定。好，那下一回合拿到了先手之后，小二决定做一个分拆为什么要做分拆呢？因为这个先手的情况下站在这个地方是有点危险的，有点怕被撞。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这边可以组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骑兵队。这边可以组成1支骑兵、2、3、4支骑兵、5支骑兵，这边肉眼可见已经可以看到5支骑兵了。那也许是为了抽4个木块，所以不得已把一个骑兵木块拉到这个低层的附近。那保留宇喜多跟小岛川在西边，等之后可以组建有效战力。那石田大概就是要看情况，就是做一个绕跑，或者是跟上山在这边集结那石田拉出来有个好处是这边还可以维持移动力。你如果把小岛川跟宇喜多的老大拉到这边，那你可能西边的战力会变低所以这边大致上首选是石田，但是你不能让东军知道你是石田，不然是真的很危险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边把德川这边消灭了。好，那顺利的把 K 城拿下来。那东军这时候当然受不了了，对不对？砍我2个德川3点木块，然后 C 城这边又放弱，这个是一定要踩上 C 的啦然后石田一定要逃到D，不然这个东军连2手，这太危险了。那上山没有抽到牌，没有办法被一打教训了，所以顿时上山这边有点弱
哦，那东军在 C 这边一堵墙，非常的强。好，那接下来东军继续抢后手。那小二把这个 L2 的木块裁掉，我觉得这边东军其实犯了一个大错，就是其实东军怎么样都应该，还没有到那里，等一下。好，东军 limit 做完，东军做了三个动作吼，移动往前，然后移动征兵，然后移动打上山。其实东军怎么样都应该要征兵征在 L 的，应该要征在 L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西军太容易的做一个集结，或者是占领城，这个一定要做。即使说你觉得他打7点很容易啊，就是我们是偷看到木块，从东军的角度大概会觉得说他应该有7点，或好一点的话会有14点，但你怎么样 L 都应该放一个木块，那去减缓这个西军推进的速度，觉得这边是比较大的一个失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西军呢，就是轻轻松松把一个木块放进城，然后接下来准备把枪兵在这个上山老家这边做一个集结。好，那东军退一步出来了，其实有点不知所以然啊，你也不敢去打 A 城啊，那你干嘛走出来呢？走出来还会被夹。那夹这个其实西军也受不了，夹这个如果再不夹下去，西军就已经被压死了哦，所以这里要出来，然后有49点，大致上应该是可以赢的哦。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其实这个组成也蛮漂亮的，49比36。那东军木块比较多哦，所以打完一集之后，尚可撑住。那接下来东军把这个两边的骑兵做汇合哦，所以中间这一坨骑兵非常高。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小二在这边拉了四支的枪兵哦，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想法，然后组建而成的哦。这个枪兵千里迢迢走到这个上山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是第5回合。小二抢到了后手，然后东军就是做一些征兵跟集结，然后这个伊达看到这一坨好大一坨，好可怕，快逃。那西军的第一动是征兵，那接下来东军呢，把一个前田的骑兵，才忘记名字，前田骑兵送到 C。那接下来西军在最后一动再做一个大决战。以结果论来说啊，这个大决战是东军赢的，东军这边骑兵超比多，那西军这边只有43点。但以我个人角度会觉得说，就是西军应该再早一点，5A 的时候就可以撞过来，可能会撞输嘛，但怎么样都可以撞。那撞过来的时候，以一个马后炮的角度，东军的战力会从54点降到只剩下45点，其实还是没打赢啊，但是打赢的几率有变高，因为东军等一下这边有一个前田木块，它可以做一个战力这边加了9点这样子。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在5B 的时候决战，5A 的时候决战，那5B 的时候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争毛利木块啦，你就可以争毛利木块。争毛利木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在5B 打完大决战手牌一堆，你每2张手牌就要弃1张，你争毛利的牌全部都弃光光了。这个是我的角度看到的事情啊。好，那不管怎样，小二还是决定就是在5B 的时候才撞。那可以看到，就是 Sego 有大幅度的进步，他在第2次组队的时候就可以组出这个4支骑兵，可能有5支啊，就有1支打不出来。那小二也是很漂亮的小岛川带骑兵队，无奈就是真的是输一点点。好，看到西军满手牌弃掉，没有办法叫毛利。那下一回合因为要打架的关系，也不太敢叫太多毛利出来。那这时候就可以看到东军前面犯的错。你看东军这个时间点，他敢撞大阪吗？他也不敢撞啊。等一下满手毛利怎么办？那不敢撞又要分数怎么办呢？他又要千里迢迢跑去 L。那这个 C 又没有人来守，对不对？这看起来就很怪。所以当初 L 如果有放个木块的话，这个时候早就已经大优了，说不定就是小二已经迫不得已要投降这样子。好，千里迢迢跑回去收 L。那小二很尽力的在在伊豆这边布一个防线。
好，那这边呢 ，Stego 3只骑兵想要骑一点，想说，把这个骑下就赢了吧，没想到这边是4个毛利带2把枪，这真很有趣哦，15打19，通常15点一定会赢啊，但这个是非常非常例外。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小二这边4把枪，这时候它的威力又出来了。好，那双方在最后回合做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抢分的动作哦。Stego 这边2把枪把2个毛利打掉了，就是拖一下进度。然后德川带着2个前田3，虎视眈眈的这2座城。为大家讲解一下，这边有7点，所以它是可以打这座城，也可以打这座城的哈。如果说1城这边只有放一个木块的话，这边是一个蛮弹性的一个做法。可以看到 Stego 这边其实有大幅度的进步。好，那小二也还在努力摸索自己的第14分。好，那这边可以看到西线整个东军的木块已经太少了吼，他要守1、2、3、4座城，人有点不太够，然后下面已经被打穿了，就是打到第7回的时候，西军就是打回来了这个样子。然后大概是这个地方吧。其实这地方也是蛮复杂的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小二的手牌已经没有任何的毛利了。那2个木块打伊豆，那2个木块打伊万。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一定要打下一座城嘛，打下一座城之后分数才会刚刚好14。那打下一座城需要什么？需要2张毛利，那这边需要2张毛利跟1张宇喜多。那至少就是2张毛利嘛，所以重点就是能不能够再抽到这4张牌里面抽到2张毛利。那如果要这个样子的话，其实石田跟宇喜多的位置应该要交换哦，这一点有跟小二讨论过。交换之后呢，石田可以在这边多洗1张牌，多抽到1张毛利的机会。那这一场也设计很恰巧，就是少洗了1张牌，所以小二输掉了。所以双方这一场其实是不管是实力还是运气，最后的结果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算是一个很精彩的比赛。好，那很开心今天为大家分享第6集的关羽之战，我是山林老师，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